如果我问你，《金瓶梅》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你可能会露出暧昧的笑容，说不就是那种黄书吗？讲西门庆和潘金莲那点破事的。但我今天想请你先放下这个成见。如果我说这本书其实是一部明代版的《红楼梦》，甚至在很多文学大家眼里它的地位比《红楼梦》还要高，你信不信？有评论家说他同时代无出其右，还有那位以冷峻著称的女作家也是他的铁杆粉丝。为什么？因为《红楼梦》写的是一群神仙下凡历劫，那是理想主义的挽歌，而《金瓶梅》写的就是你我，他是咱们这些没机会下凡，就在泥潭里打滚的凡夫俗子。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为了一个升职的机会，不得不去讨好自己讨厌的人？看到同龄人突然发财，心里那种复杂的酸楚和焦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银行卡余额，觉得只有钱才能给自己安全感。如果有，那你一定要读《金瓶梅》。这根本不是一本黄色小说，它是一本成年人的欲望。说明书也是一面冷酷的镜子。那位匿名的文学大师，就像一个拿着手术刀的老大夫，把人性里最隐秘的贪婪、嫉妒、虚荣一层一层抛开给你看。首先我们要把男主角西门庆请出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西门庆就是个单纯的色鬼，每天脑子里就想那点事儿。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一点，那你就太小看他了。如果西门庆活在今天，他绝对是一个让你既羡慕又嫉妒的成功人士。咱们来给他画个像。他大概26、7岁，长得一表人才，而且是个标准的斜杠青年。他是做什么的？他开生药铺，也就是大药房，这是主业。他还放高利贷，这是金融业。后来他还花钱买了个官，做了提刑所的理刑千户，相当于现在的地方法院院长兼公安局长。你看，商官黑白四道通吃。西门庆这个人的核心特质并不是色，而是贪，或者说得体面点叫无限扩张的欲望。在书的前几回，你会发现西门庆非常忙，他忙着结交权贵，忙着在这个县城里边织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他对金钱的态度非常现代，钱不是存起来的，钱是用来生钱的，是用来购买权力和快感的。书里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西门庆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站在自家门口。你想想，古时候大户人家老爷们都坐在深宅大院里，但西门庆不，他就喜欢站在门口。为什么？因为门口是街道，是人流，是信息交换的中心。他站在那儿，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看着这个繁华的世界，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饥渴。那种眼神就像现在很多在写字楼里加班到深夜，看着窗外灯火通明，发誓要在这个城市买房扎根的年轻人一样。西门庆其实活得很累，他没有安全感，他拼命的抓钱、抓权、抓女人，是因为他觉得只有把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攥在手里，他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这不就是现代人的存在主义焦虑吗？我们不停的刷手机，不停的买东西，不停的寻求刺激，是不是也在用物质填补内心的空洞？西门庆就是我们内心那个想要更多的影子的放大版。刚才我们重新印实了西门庆，他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坏蛋，而是一个欲望膨胀的现代人原型。那么只有欲望的男人需要什么样的女人来匹配呢？接下来我们要聊聊书里最受争议的女主角潘金莲，但我不想聊她的风流韵事，我想带你看看一个底层的女人在那个吃人的社会里是如何被逼成魔鬼的。提到潘金莲，大家马上想到的词就是淫荡狠毒，但在《金瓶梅》的开头，作者其实给了潘金莲一个非常凄惨的出身。她不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薛宝钗那样出身名门，潘金莲是裁缝的女儿，父亲死得早，9岁就被卖到王昭宣府上学艺，后来又被转卖到张大户家。请注意一个细节，她是被卖来卖去的。在那个社会，她不是一个人，她是一件商品。她长得漂亮，但这漂亮对她来说既是资本也是灾难。张大户老了想收用她，但张大户的老婆是个厉害角色，发现了就要打死她。张大户没办法，为了把这件商品处理掉，倒贴钱把她嫁给了全县最丑最没用的男人武大郎。大家试着代入一下潘金莲的视角，你年轻漂亮聪明，你会弹琵琶，会唱曲儿，识文断字，
你的心气儿很高，你想过好日子，结果呢，命运把你像垃圾一样扔给了一个3寸丁骨树皮。每天早上你睁开眼看到的是武大郎那张窝囊的脸，你推开窗看到的是楼下卖梨的、卖茶的那些市井小民粗俗的生活，你心里会是什么感觉？绝望，彻底的绝望。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相对剥夺感。潘金莲的痛苦不光是因为穷，而是因为我本不该只配这种生活的不甘心。所以当那根插杆滑落打在西门庆头上的时候，很多人看到的是奸情的开始，但我看到的是一个溺水的人突然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在《水浒传》里，这段描写是道德审判，但在《金瓶梅》里，作者写得很细腻。书里写西门庆看到潘金莲，那是被美色击中，但潘金莲看到西门庆呢，书里写他心里想的是好一个雄壮的汉子。这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吸引，更是资源的吸引。西门庆身上那件昂贵的衣服，那个自信的笑容，那种掌控一切的气场，代表了潘金莲做梦都想进入的那个上流世界。潘金莲的恶是在极度匮乏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毒刺，她没有退路，没有娘家撑腰，没有钱，她想改变命运，手里唯一的筹码就是身体和心机。为了抓住这根稻草，她必须狠，如果不狠，她就要回到那个卖炊饼的破房子里，烂死在那里。所以潘金莲的悲剧不是淫欲的悲剧，是阶层固化的悲剧，是一个底层奋斗者走投无路时选择了最黑暗的那条捷径。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想，那西门庆把潘金莲娶回家，这两人是不是就过上幸福的没羞没臊的生活了？恰恰相反，潘金莲进了西门府，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因为他发现这西门府里可不止他一个女人。这里面有正妻吴月娘，有钱的李娇儿，后来还有更有钱的孟玉楼。西门府就是一个微缩的战场，在这个战场里没有硝烟，但每一顿饭、每一件衣服、每一次座位的排序都是刀光剑影。而潘金莲作为这里面出身最低、最没钱的小妾，她靠什么活下去？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3个重点：关系的经济学。金瓶梅之所以冷酷，是因为他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全撕了，露出了下面的利益交换。西门庆娶老婆非常有讲究，他娶正妻吴月娘，因为吴月娘是千户官的女儿，这叫政治联姻，能提升他的社会地位。他娶李娇儿，李娇儿是妓院的头牌，手里有私房钱，而且懂风月，这叫资源整合。后来他娶孟玉楼，那是看中了人家是布商的遗孀，带着巨额嫁妆来的，这叫兼并收购。你看西门庆的婚姻观本质上就是企业并购。在这些女人里，潘金莲是最穷的，她进门的时候几乎是一无所有。在西门府这样的豪门大院里，地位是和资产挂钩的。吴月娘掌管财政大权，地位稳如泰山。孟玉楼有钱，说话就硬气。潘金莲呢，她什么都没有，她只有西门庆的宠爱，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可怕的局面。潘金莲必须不断的争宠，因为宠爱是她唯一的生存资源。就像在一家公司里，别的合伙人都是带资进组，只有你是靠老板的赏识进来的，那你怎么办？你只能拼命干活，甚至拼命打压同事，来证明你的价值，来维持老板对你的关注。所以潘金莲在西门府里的各种作、各种闹、各种心狠手辣，比如她后来害死了别人的孩子，逼走了其他的妾室。你如果不理解她的处境，你会觉得这个女人简直是疯子。但如果你懂了这背后的经济学逻辑，你会发现这是她的一种生存焦虑。一旦西门庆不喜欢她了，她在那个家里就连个丫鬟都不如。这里有一个特别扎心的细节，有一次潘金莲为了争宠，特意做了一双非常精致的红鞋子，在鞋尖上用金线绣了花。她穿着这双鞋在西门庆面前晃悠，这双鞋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她全部的心血和讨好。而在另一边，西门庆的另一个小妾李萍，人家过生日随手打赏下人的银子比潘金莲1年的月钱都多。潘金莲看着李萍那种云淡风轻的大方，心里的嫉妒像毒蛇一样啃噬着她。那种嫉妒不是因为李萍长得比她美，而是因为李萍有钱，所以可以活得
那么从容，而潘金莲必须像个斗鸡一样，时刻竖起羽毛，才能保住自己的一席之地。作者真的太狠了，他告诉你，所谓的宫斗、宅斗，斗到最后，无非是在争夺稀缺的生存资源。当爱变成了生存的筹码，人就变成了鬼。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背脊发凉？几百年前的清河县，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当我们在职场上为了抢一个项目，互相倾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潘金莲？当我们为了买更大的房子，换更好的车，透支身体和陪伴家人的时间时，我们是不是西门庆？金瓶梅的第一层价值就是看见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黑洞。人性的悲剧往往不是因为坏，而是因为弱，因为弱小，因为匮乏，所以才要拼命去抢，去伤害。真正的慈悲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责，而是蹲下来看清那个人在泥潭里挣扎的模样。这只是故事的开始。西门庆的生意越做越大，潘金莲的手段越来越狠，但是在这个全是算计的家里，竟然会出现一段真正的撕心裂肺的爱情。这个人就是李瓶。如果把西门府比作一家上市公司，潘金莲是那个没背景没资金，靠着拼命加班和讨好老板才混上高管位置的草根。而李瓶呢，他是带着巨额资产带资进组的神秘投资人。李瓶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西门府原本微妙的生态平衡，也直接引发了全书最惊心动魄也最让人心碎的宫斗大戏。咱们先得把李瓶这个人看懂。李瓶和潘金莲简直就是人性的两极。潘金莲像一团火，艳丽泼辣，充满攻击性；李瓶像一汪水，白皙温柔，沉默寡言。很多人读《金瓶梅》最喜欢的女性角色往往是李瓶。为什么？因为她是这本书里极少数带有人性温度的人。她非常有钱，她是花子虚的老婆，后来花家败落，她把家里的财宝箱子像搬砖一样，一箱一箱地往西门庆家里搬。西门庆后来能把生意做得那么大，甚至花钱买官，原始资本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李瓶。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感经济学现象，西门庆对潘金莲更多的是生理上的迷恋和一种征服欲，但对李瓶，西门庆竟然产生了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为什么？因为稀缺。西门庆身边全是图他钱的人，潘金莲图他的生存资源，李娇儿图他的供养，甚至正妻吴月娘也图他的一份安稳。只有李瓶，他不图西门庆的钱，他甚至倒贴钱，他图的是西门庆这个人，图的是一份感情的寄托。对于阅女无数、精明透顶的西门庆来说，这种纯粹太稀缺了，太治愈了。他在外面勾心斗角累了，回到李瓶的房里，看到的是温柔的笑脸，是不需要设防的温柔乡。所以李瓶进门后迅速成为了西门庆的专宠。这一下潘金莲彻底疯了。大家换位思考一下潘金莲的处境，以前她争宠是在争锦上添花，现在李瓶来了，那是既有钱又有爱。这对潘金莲来说是生存危机。在职场上，如果你发现空降来一个同事，业务能力比你强，性格好，带的资源比你多，老板还特别信任他，你会怎么办？潘金莲的选择是必须开战，但是跟李瓶这种人民币玩家怎么打？正面硬刚肯定不行。潘金莲非常聪明，她敏锐地嗅到了这场战争的关键胜负手，那就是孩子。刚才我们分析了战局的双方，一个是资源匮乏的恶女，一个是自带资本的暖女。目前的局势是李瓶完胜，但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整个《金瓶梅》里最残酷、最令人窒息的一段情节，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如何变成了一张催命符。请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接下来的故事会让你看到人性最黑暗的深渊。书到了中段，发生了一件大事。李瓶儿生了个儿子，取名关哥。这个孩子的出生直接把西门府的权力结构给定格了。西门庆高兴坏了，这是他老来得子。虽然他才30岁，但在古代算中年了，而且是心爱的女人生的。西门庆有多宠这个孩子？书里写，这孩子一哭，西门庆正在跟客人谈生意呢，马上就坐不住了，要跑进后院去哄。这时候潘金莲彻底被边缘化了，她不仅失宠，甚至在这个家里快要变成透明人了。
嫉妒是会让人发生化学反应的。潘金莲开始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婴儿的心理战。注意，他没有像电视剧里那样下毒、推人下水，那种手段太低级，容易留把柄。潘金莲用的是一种环境高压，他养了一只名为雪狮子的白猫。他每天训练这只猫怎么练，他把生肉裹在红布里，让猫去扑咬。你可能想到了刚出生的婴儿裹在红色的襁褓里，在那只猫的眼里像什么？这就是潘金莲的恐怖之处。他制造了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地雷，而且他每天在李瓶的窗根底下指桑骂槐，用力的摔打东西。你要知道，李瓶本身胆子就小，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那个婴儿更是娇贵，稍微一点惊吓就会生病。潘金莲就是要在那个院子里制造一种恐怖主义的氛围。终于有一天，悲剧发生了。关哥穿着红衫在炕上玩，那只雪狮子猛地扑上去，抓伤了孩子。孩子受了惊吓，开始抽风，日夜啼哭。在这个过程中，李瓶表现出了极度的软弱。他明明知道是潘金莲在搞鬼，但他不敢撕破脸，他只会哭，只会求神拜佛。善良如果缺乏锋芒，就是软弱，而软弱在恶人面前就是某种意义上的配合。最终，关哥这个承载着西门庆无限希望的继承人被活活吓死，病死了。孩子的死抽走了李瓶半条命。没过多久，李瓶也血崩而死。这一段描写非常长，也非常压抑。你会看着一个美好的生命被一点一点地磨损消耗，最后像蜡烛一样熄灭。而凶手潘金莲呢，他在旁边冷眼旁观，甚至在孩子死的时候心里感到了一丝复仇的快感。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潘金莲赢了，他除掉了最大的竞争对手，除掉了继承人，他应该能重回巅峰了吧？但这恰恰是金瓶梅的高明之处。在这场游戏里，没有赢家。李瓶死了，西门庆会有什么反应？大家印象里的西门庆是个没心没肺的淫棍，死了，老婆再娶一个不就完了吗？但是作者在这里笔锋一转，写出了西门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深情，而这次深情也直接导致了西门庆自己的毁灭。李瓶死的时候，西门庆哭得死去活来。书里写，他抱着李瓶冰冷的身体，喊了一句让所有读者都动容的话：我的没救的姐姐，你去了我也活不长了。这不是虚情假意，西门庆是真的崩溃了。他甚至不顾民俗禁忌，要把李瓶的画像挂在书房，日夜对着看，他也不去别的女人房里了，整天魂不守舍。为什么？是因为李瓶最漂亮吗？不是，是因为西门庆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失去了唯一一个在精神上能让他感到安全的人。李瓶的死带走了西门庆的魂。从此之后，西门庆变了，他变得更加疯狂，更加纵欲。这种纵欲不再是以前那种单纯的寻欢作乐，而像是一种自毁。他想用肉体上的极致刺激来麻痹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心理学上讲，当一个人无法处理巨大的丧失感时，往往会滑向成瘾行为。西门庆开始疯狂的吃药，疯狂的追逐女人，这种状态不再是享受，而是发泄。他就像一辆失控的跑车，油门踩到底，冲向悬崖。而潘金莲呢，她虽然斗倒了李瓶，但她发现她永远的失去了西门庆的心。西门庆现在来她房里只是发泄欲望，甚至带着一种隐隐的恨意。潘金莲赢了战役，输了战争，她变得更加焦躁，更加变态。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庞春梅。她是潘金莲的丫鬟，但她心气极高。在潘金莲和李瓶斗法的过程中，春梅是潘金莲最得力的帮手。她看着这一切，学会了比潘金莲更冷酷的生存法则。如果说潘金莲是恶，春梅就是狂。她看透了这个家里的虚伪，她谁都不放在眼里。这个丫鬟将会逆袭成为比潘金莲更狠的角色。这一部分的内容非常沉重。我们目睹了西门府最惨烈的一场内战，李瓶儿带着对爱的渴望而来，却死于人性的恶意。潘金莲带着对生存的渴望而战，却把自己变成了魔鬼。西门庆在拥有了真爱的一瞬间又失去了它，从此滑向毁灭。他告诉我们，在一个缺乏规则、缺乏公平、只有利益算计的环境里，所有的胜利都是暂时的，所有的关系都是有毒的。我们常说
性格决定命运。李瓶儿的悲剧告诉我们，在狼群里做一只绵羊是有罪的，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否则你的退让只会成为恶人得寸进尺的台阶。而西门庆的悲剧则告诉我们，纵欲往往是为了掩盖内心的空虚。当一个人开始疯狂地追求感官刺激时，往往是他内心最痛苦、最孤独的时候。故事讲到这里，西门庆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清河县首富，那个黑白通吃的西门大官人，马上就要迎来他最终的审判。他的死将非常难看，非常荒诞。而随着他的死，这个庞大的西门帝国将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那些依附他的人、巴结他的人、恨他的人会露出怎样的嘴脸？潘金莲的下场又会如何？这是《金瓶梅》的最终章。在前两讲，我们见证了欲望的燃烧，目睹了权力的绞杀。西门庆的帝国似乎坚不可摧，潘金莲的手段似乎无人能敌。但是老话说得好，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第三部分是整本书最冷酷也最慈悲的地方。我们要讲的是清算，这不仅仅是西门庆的结局，也是所有被欲望裹挟的人必然面临的终局。此时此刻，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西门府。现在是那一年的正月15，元宵佳节，整个清河县张灯结彩，烟花满天。西门庆刚刚升了官，生意场上也是日进斗金。家里虽然死了李瓶儿，但又新添了美艳的女人，这似乎是他人生的最高光时刻。但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这个盛世之下已经全是裂痕。西门庆现在的状态，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叫极度透支。他眼圈发黑，身体发虚，但他停不下来。他像一只被上了发条的玩偶，必须不断地寻找更强烈的刺激。他开始依赖一种神秘的胡僧药，这药能让他重振雄风，维持那种无所不能的幻觉。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明明已经累到了极限，还要喝红牛灌咖啡，熬夜去拼一个项目，或者在酒精里寻找放松。我们总以为身体是台机器，只要加点油就能一直跑，但西门庆马上就要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凡是透支的命运，早晚都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西门庆是怎么死的？书里写得很直白，也很荒诞。又在那个繁华的元宵节后不久，他在潘金莲的房里，因为过度使用了那种胡僧药，精尽人亡。死的时候他才33岁。这一段描写历来被很多人当成黄色看，但在我看来，这简直是最深刻的警示预言。西门庆死于什么？死于过度索取，那颗药就是欲望的实体化。他以为这药能给他带来快乐，结果这药榨干了他最后一点生命力。大家想一想，这像不像我们现代人的多巴胺陷阱？我们刷短视频一刷就是2小时，停不下来，我们疯狂购物，拆快递的那一瞬间很爽，然后是无尽的空虚。我们追求名利，以为到了那个位置就幸福了，结果发现上面是更稀薄的空气。西门庆临死前是非常痛苦的，他头晕目眩，下体溃烂。那个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身体，那个让他征服世界的工具，此刻变成了折磨他的刑具。更讽刺的是他的遗嘱，他在临终前把女婿陈经济叫到床前，交代后事。你猜他交代了什么？他说，缎子铺里还有多少银子，生药铺里还有多少欠条，家里还有多少存货。直到咽气的最后一刻，他的脑子里装的依然全是账本。他没有交代怎么照顾孩子，没有交代怎么维系亲情。他这一辈子活成了一个巨大的计算器，他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其实他什么都没带走，连一句真心的挂念都没留下。西门庆一死，又像大树被砍断了根儿。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的人性恐怖片。刚才我们送走了男主角西门庆，他死在了自己编织的欲望大网里。如果你觉得西门庆的死很凄凉，那么接下来你会发现，比死更冷的是活着的人心。树倒猢焖散，西门庆尸骨未寒，西门府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瞬间就开始了分崩离析。西门庆死后，西门府上演了一出精彩绝伦的跑路众生相。第一类人背叛者，西门庆活着的时候，那帮拜把子的兄弟，什么应伯爵、谢希大，天天围着他转，大哥长大哥短。
西门庆一死，这帮人连香都没来。烧一炷不仅不烧香，应伯爵还立刻投靠了西门庆生前的死对头，并且把西门庆家里的商业机密、赚钱的路子统统卖给了对方，甚至还帮着外人来坑西门庆的老婆。这就是酒肉朋友的真实面目。当利益链条断裂，友谊也就归零了。第二类人，偷窃者。家里的仆人奶妈看着主人死了，主母吴月娘忙着办丧事，他们开始疯狂地偷东西。今天少个花瓶，明天少件衣服，就连女婿陈经济也趁乱和潘金莲勾搭，成奸还在转移家产，整个西门府变成了一个无人看管的超市，谁都想在关门前最后捞一把。第三类人，清醒者。这时候那些平日里不显山露水的小妾，比如孟玉楼，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他看透了这个家没希望了，于是果断的改嫁。他带着自己的私房钱嫁给了一个老实官员，平稳着陆。这告诉我们，在沉船之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经济能力是唯一的救生圈。那我们的女主角潘金莲呢？她能跑吗？她跑不掉，因为她身上背着人命官司，武大郎那条命，而且她太毒了，没有积蓄，没有退路。这就引出了全书最震撼的结局，武松归来。在水浒传里，武松杀嫂是英雄壮举，但在金瓶梅里，这一段写的充满了宿命感。西门庆死后，潘金莲被吴月娘赶出了家门，哪怕她此时已经怀孕，怀的是女婿陈经济的孩子，乱伦的孽种。吴月娘只给了她几件破衣服，找了个王婆把她领出去卖了。注意，又是卖。潘金莲的人生从被卖开始，又以被卖结束。这时候武松回来了，潘金莲不知道武松是要杀她，王婆骗她说武松是来娶她的。这时的潘金莲表现出了一种让人心酸的天真，她竟然信了。书里写，她听说武松要娶她，竟然很高兴，还精心打扮了一番。她心里想的是，到底是小叔子亲上加亲，而且他也是个打虎的英雄，不比西门庆差，你看到死。潘金莲想的依然是找个强人做靠山，她一辈子都没学会靠自己。当她满怀希望地走进武松的房间，等待她的不是婚床，而是刀光。武松杀她的过程非常血腥，简直是屠宰。但这惨烈的背后是一种因果的闭环。他当年用毒药毒死了武大郎，现在他被武松剖开了胸膛，潘金莲死了，死在了他一生追求的情欲和依靠的幻梦里。他就像一朵开得太艳的罂粟花，最后被连根拔起，扔进了泥潭。西门庆死了，潘金莲死了，李瓶早死了，三大主角全灭。故事结束了吗？没有，作者觉得还不够，他还要安排一个人替我们去看看这一切结束后的空无。这个人就是曾经的小丫鬟，后来逆袭成贵妇，性格最像潘金莲的庞春梅。庞春梅是《金瓶梅》后半部的主角，她命好，被卖进守备府后竟然生了儿子，扶了正成了。高贵的诰命夫人，她在这个阶段似乎帮潘金莲实现了那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梦。她回到了早已破败的西门府旧址，看着满目疮痍，感慨万千。但是春梅也逃不过那个诅咒，这里的淫不光是性，更是不知节制。春梅得势之后，比当年的潘金莲更狂妄，更纵欲，最后她也死在了纵欲上，死在了情人的身上。这简直是一个恐怖的循环，一代人死去，新的一代人爬上来，重复着同样的贪婪，同样的争斗，最后走向同样的毁灭。在书的最后，金兵南下，中原大乱，西门庆唯一的骨血，他和吴月娘生的儿子孝哥，最终被一位老和尚带走了。老和尚指着茫茫人海说了一句偈语，大意是这红尘滚滚不过是一场大梦。孝哥出家了，法号明悟。至此，西门府彻底断子绝孙，香火全无。全书的一开头是热的，热气腾腾的包子铺，热火朝天的生意火热的身体。全书的结尾是冷的，冷风冷雨，冷透了的人心和一片白茫茫的大地。这就叫金瓶梅。金是金钱，潘金莲沉了，瓶是酒色，李瓶碎了，梅是傲气，庞春梅哭了。读完金瓶梅，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消极吗？是觉得人生无意义吗？我觉得不是。有文学，大家说它写尽了人情世故，而我想说，它是一本清醒之书。它之所以把人性写得这么黑暗，把结局写得这么虚无，不是为了让你绝望，而是为了让你知止。
在现代社会，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清河线，我们被算法鼓励去消费，像西门庆一样想要更多。我们在职场被鼓励去狼性竞争，像潘金莲一样焦虑。我们以为拥有了物质就拥有了安全感，但《金瓶梅》跨越数百年，冷冷地提醒我们，欲望本身不是恶，被欲望吞噬才是恶。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真正的幸福可能不在于你像西门庆那样拥有多少，而在于你能否像那个看透一切的旁观者一样，拥有随时叫停的能力。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求而不得，而是在这个追逐的过程中弄丢了自己，最后发现终点空无一物，繁华只是背景，心安才是归处。感谢你陪我读完这本奇书，愿你在红尘中清醒且温暖。如果这个解读让你有所触动，别忘了点个关注。我们下一本书再见。